大家好呀，我是云飞。之前我做过挺多耳机的横屏、骨传导的有线的，都挺受大家欢迎的，所以我想着能不能把这个范围给扩大一点。我也做了挺多期运动耳机的分享了。目前的运动耳机市场有着比较多的类别，像骨传导、开放式、挂脖式等等，有很多我也都没有尝试过。刚好趁着这次做视频的契机，我们一起来看看这几类产品有什么不同，又各有什么优势，不同的人群应该选择哪种运动耳机吧。这次我准备了8款运动耳机。挂脖的有入耳式的飞乐 H10B， 售价168；半入耳式有华为的 FreeRise 活力版，售价179；骨传导有小米的骨传导耳机，这个我之前做了详细的视频，售价565；飞利浦的 A6606， 售价549，专门找的和小米价格差不多的。开放式耳机里面的种类就比较多，有 TWS 的索尼 Link Buds， 售价679；耳挂是索尼的 Fortrun， 售价899；耳夹式的 Abby， 售价1099；分体式耳挂开时，售价999。种类丰富，最低100元，最高1000元，凑齐可不容易，这不得给我点个赞。因为是运动耳机，而且涵盖了3大类型，所以它们的形态都非常有特点，选择一个适合自己的外观也是非常重要的。它们的一些共同的特征，我先简单的都概括一下。这次选择的运动耳机蓝牙均为 5.2， 充电方式也是统一的 Type-C。因为都是运动耳机，所以也都配备了一定的防水防尘，其中骨传导的防水因为其特性会比较高，小米的 IP66， 飞利浦的 IPS7， 其他方面请听我一款一款详细来和你说明。飞乐 H10B 是里面最便宜的，只需要168。作为挂脖式的运动耳机，它有2个点做的深得我心。耳机本体非常轻，佩戴上除了有入耳的感觉，几乎不会有什么重量感。线材部分做得很软，就和一根正常粗细的绳子一样，在佩戴中就不会有拉扯感，这很给它的佩戴舒适感加分。耳机本体是这种圆润的设计，背面是 logo， 而且彼此可以磁吸在一起。透方挂脖部分的右前段是控制键和充电口，两边的前端都是黑色磨砂的塑料，后侧是软质的内附材质，就这样子挂在脖子上是挺舒服的。而且它是入耳式耳机，在配备了10毫米的太久顶复合振膜单元的情况下，音质应该是我们这一众耳机里面表现最好的。待会我们可以在音质部分自己来云试听一下，收纳部分直接可以像一条绳子一样收纳。整体大家可以给飞乐这个小耳机打个分。华为的 FreeRise 活力版同样作为挂脖的运动耳机，它给我的第一个感觉就是确实很青春，就是颜色非常多样，而且都是年轻活力的感觉。它的触感到手的印象是偏软的，而特点就是这是比较少见的半入耳式运动耳机。它还送了一个耳套，我在拿到的时候还觉得我戴不习惯耳套，幸好可以拆下来，但是实际等我拆下来却发现它似乎是必须佩戴耳套的，因为直接半入耳的话，和耳朵契合的不够紧，耳机线的牵引力会使得耳机不牢固，这就很难受了。我个人是不喜欢耳机套的，我用起来会感觉比较撑，这就失去了半入耳式佩戴舒适的一个优点，这使得它在我这里的佩戴体验很差。抛去这点不谈，耳机本体重量还行，比飞乐的稍微重一点点。同样右侧是所有的按键接口，挂在脖子上的感觉也还算舒适，整体大家可以打个分。小米的骨传导其实没有太大必要详细讲，因为我之前出过视频，大家感兴趣可以去看看。它的优点是米系的手机都有弹窗的动画，升级固件会比较方便，没有什么明显的缺点，中规中矩。对于刚好要买骨传导的小米用户来说是不错的选择，当然价格会稍微高那么一点点，毕竟是骨传导嘛。然后就在音质部分会比上面的2款稍微低一个档次，可以在音质对比里面看到。飞利浦的 A6606 这个造型和我之前横屏的一款耳机还挺像的，都是这种比较粗大的感觉。它在我体验之后得出的结论就是它不适合绝大部分的人群。它的售价是549，但续航是比较短的，只有9个小时，而且有着35克的重量，实际佩戴起来感觉是不太 OK 的，可以明显感觉到重量。但它有一个很有特色的功能，就是背后有一个冷光灯。晚上跑步的时候是可以提醒后方的人或者车，这将是你购买它的唯一的一个点，因为它真的就只有这么一个优点，需要它的人非常需要，而不需要它的人就完全没有必要选择它。主要是这2个大发声单元确实比较重，我们可以看一下它在夜晚的感觉，大家可以给它打个分。索尼的 Link Buds 可以说是这里面体积最小的，你看它在我的手里就这么点大，而且耳机的本体是比较有新意的，这么一个小圈圈，开放式的感觉，但是当你佩戴上又和普通的开放式会有不一样的感觉，因为还是遮住了比较大的一部分，只有中间一个
动可以听到外界的声音，这个感觉是非常不一样的。但说句实话，这个佩戴你需要一段时间适应，或者说是学习。一开始你是比较难正常佩戴上的，因为很小，我也很担心它遗失。而且在第一次链接的时候，你是需要下载索尼的 APP 才可以连接，否则你是无法连接到蓝牙的，这点你需要注意。我个人认为它的体验是比较欣喜的，音质也还可以，就是在佩戴体验上我还是比较难谈得上喜欢，它还是需要撑着耳朵的，感觉会适合耳朵小一点的女孩子使用，大家也可以给它打个分数。另一个也是索尼，但是类似于骨传导的 Full Run。这个外观一般人拿到手的一瞬间是很难想象到它是如何佩戴的，比较另类，但是官方称之为人体工学的造型。黑白的配色有一说一，这个黑白的搭配真的有点像临时组装起来的耳机，但实际的佩戴感觉还是可以的，没有什么太大特点的耳机。优点是比骨传导的音质稍微好一些，外形比较夸张，比较适合硬核跑者，没有点社牛还是别选它了。安比这个耳机夹，说真的是这个里面我感觉佩戴上最舒适的，就这么一个小小的耳夹，小但是又牢固，充电盒本体也小，不过就是塑料感比较重，但它有2个小毛病，你可以接受的话买它你就不会后悔。第一个是佩戴的时候比较难佩戴上，因为是耳夹而且比较紧，你需要使劲把耳朵给挤进去，这点在初期应该会比较痛苦。第二点是佩戴的位置是需要比较精确的，位置偏了，音乐的效果会偏的比较多。然后就是价格，这是里面最贵的一个1099，这个价格配合这个效果你来打个分呗。最后一个是开始的，售价也不便宜，而且配备了一个比较大的充电盒，这是我觉得不是很高级的地方，主要是这个盒子我觉得差点意思。然后耳机本体也比较大，当然有13克的重量，佩戴是舒适的，但是你可以明显感觉到重量，音质也还 OK， 个人觉得它适合男生，你也可以给它打个分数。整体它们的特点和感受我都直截了当的跟大伙讲了，现在自然是来到了最关键的音质环节，但是因为我们这些实在是太丰富了，涉及到了不同的耳机，入耳的、半入耳的、挂脖的、骨传导等等，所以这次的音质真的是只有很小的参考价值，仅供本期视频参考。我会尽量做到让他们的声音音量一致，我在最后会结合我的实际感受给出购买和意见。附若所吸引，我面无表情，看孤独的风景。失去你，爱开始分明。失去你，还有什么是好关心？但各自不再想成和平，我终于被提醒，望着上位时的是注音。我用漂亮的押韵形容被掠夺空的爱情。无缘开始遮蔽，夜色不干净，公园里张力的回音在满天飞行。送你的白色玫瑰，在窗外的黄金凋零。在树枝上诡异的很感情，倾听我飞驰的大意，向往的你，日渐冰冷的回忆，走过的生命，是在没完为期，在空空的墓地，老去后还爱你，为你弹这首本的夜曲，纪念我逝去的爱情，跟夜风一样的声音，心事的歌，手在键盘敲钢琴，我给的思念很相信。我带着比身体重的行李，犹如尼罗河底，经过几道闪电，看到一堆光圈，不确定是不是这里。我看到几个人站在一起，他们拿着剪刀摘走我的行李，擦拭我的脑袋，没有机会返回去。直到我听见一个声音，我确定是你，可你怎记得我？我带来了临界的消息，可我怎么告知你，注定是一场相遇。
大家听下来感觉如何？可以说说你们的看法。我对比了这8款耳机，也做出了一定的参考选购建议，给大家简单做了一份表格，希望可以帮助到大家。本次我个人比较推荐的是飞乐的 H10B， 这里面虽然它最便宜，但效果是非常好的，佩戴舒适度也是里面并列第1的存在，而且续航来到了25个小时。假如你的预算在这个价位，又想选一个比较好的运动耳机，那么它就是你的性价比首选。如果你的预算再高一些，第2个推荐的就是这个小耳夹。这个是真的非常舒服，也没有线，完全可以一整天佩戴。如果你是女性，有头发还可以遮住，既摸鱼又不影响你耳听八方。其中小米的骨传导和索尼的 LinkBuds 也是不错的选择，大家也可以看自己的需要去看看。小米的骨传导就还是米粉选择骨传导的一个中规中矩的选择，而索尼的，如果你的预算在这个价位，那么它小巧精致也是不错的选择，更适合女孩子一些。大家有需要这它的商品，我也可以补一个链接。希望我的这些长视频可以帮助到你选购运动耳机，有啥疑问可以在弹幕或者评论区留言评论，我看到都会回复的。我是云飞，求个点赞支持。那么我们下一视频再见。